老大，你觉得这个李玲是凶手吗？不可能是他，他的手一直在颤抖，厨房又摆了很多酒瓶，明显是长期酗酒引起的周围神经损伤，根本无法完成耳后静脉注射这种精准的操作。倒是那个孩子，似乎还有秘密瞒着我们。忙了一天，终于回来了。这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从林默家里走出来？哼，林默家洗澡，那个女人又刚刚出去，这种场面，怎么看都是像刚发生过什么的样子。该不会昨天才说要放弃我，今天就另觅新欢了吧？难怪上一次他表现得那么熟练，难道说已经身经百战？不过他倒是已经到了该交女朋友的年纪。糟糕，胸口好闷，觉得自己像是被水乱中气了。英俊哥回来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晚饭？哦，刚才出去的美女是你朋友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还挺漂亮的，怎么没跟你一起吃饭？哼，她呀。这个笑容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都没见过？他只是帮我送份材料而已。哥哥身上怎么会有股奇怪的香味？什么味儿？我怎么没注意？强烈的迷似的气味，微果香，应该是乙酸乙酯。那是什么？是一种香精，大多用在染料、药物和香料里。你身上的味道更像是化妆品。哥哥今天去见了女人吗？这句话应该我先问你吧，你到底跟那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倒是都没有近距离接触。哦，唯一接触到的只有那个孩子。怎么回事？自从被拒绝之后，看他的每个动作都不对劲。他们两个认识？见过几个衣衫不整的男人从他家出来，好像那天还有个女人。这是这个月的伎俩，记得按时吃。你是那天的警察叔叔？草酸艾司西泰普胺，又叫莱士普，是一种新型抗抑郁类处方药。你们两个得跟我回警局一趟。喝点水吧，我们只是例行调查，不用太紧张。你跟郑岩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？郑叔叔是个好人，他一直在帮我。我妈对爸爸一直充满怨恨，她从来不允许我跟爸爸见面。直到1年前，我跟踪妈妈，终于找到了爸爸的住址。我天真的以为我们父子团聚是件好事，可是原来爸爸他从来没有想要见我，他也觉得我是个累赘。也许妈妈不让我见他，是为了我好。虽然听妈妈说了很多次，但真的见到爸爸穿着女性的衣服站在我面前，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对女性的衣服越来越感兴趣，有时候甚至想要偷妈妈的化妆品用。我害怕自己变成爸爸那样。妈妈说做那种事的人都是让人恶心的变态，可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，实在太痛苦了。我讨厌自己，最后甚至想到了去死。是郑叔叔救了我，他想方设法帮我拿到免费的药物，每次吃药之后，我的情况就会好转。这1年里，他一直在默默帮助我走出自杀的阴影。难道说郑岩真的只是为了帮助李乐？他并不想帮李乐。抗抑郁剂不适合儿童和18岁以下的青少年。临床上来讲，莱士普反而会增加18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频率。郑岩故意诱导李乐，
误以为自己的异装癖是抑郁症的表现，然后长期服用他提供的抗抑郁药物，陷入不断自杀的恶性循环，变得愈发好操控。这也太卑鄙了！他是心理变态吧？连个孩子都要利用，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？不，他不是。有个人匿名送到警局一份资料，是郑岩的个人调查资料。他不仅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原来还是唐野涉及的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家属。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人送来的？都说是匿名了，人早就不见了。不是郑岩杀的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不跟你哥打声招呼吗？奇怪，怎么感觉组长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？你知道郑岩作为医药销售，私下赠与处方药是违法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能去医院。医生会通知我妈妈的，如果他知道我跟爸爸是一样的人，他一定会崩溃的。这些事情都是我爸爸的错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才不会变成一个异装癖的变态。我虽然没有相同的经历，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个人渣，他不光欺骗了我母亲的感情，还偷走了她所有的积蓄。小时候，我母亲也很讨厌我，因为我长得和父亲太像了，无论眼睛、发色还是外表，我越长大就越像他。每当母亲看见我，她就会想起她最憎恨的那个人。有天夜里，她甚至尝试杀了我，如果不是邻居听到我的挣扎声而闯进来，我大概已经死了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抗拒我父亲给予我的一切，但却一次又一次绝望地看着自己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。我也曾经厌恶过自己，但是这些都会被时间抚平。我现在仍然在努力摆脱他的阴影，我相信我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，可以让自己不成为父亲那样的人。我想你也可以做到。我真的还有机会吗？看看我，很多人帮助过我，警察、医生，还有朋友们。相信我，你可以摆脱心理上的阴影，重新变得健康阳光。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说。李乐显然知道内情，我觉得他在包庇郑岩。不过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在这种异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，很容易会产生心理问题。唉，没有什么能毁掉下一代，除了上一代。林默说过，唐野当时因为受到惊吓，所以晕了过去。我怀疑唐野晕倒并不是因为受惊过度，而是药物原因。老大，检验科结果发过来了，你说的没错，唐野确实因为药物作用才晕过去的，他包里的药被人调包了。是什么药？青绿塞嗪。真正的死因也许是口服大剂量的青绿塞嗪引起的休克和昏迷。又是郑岩负责销售的药品。2年前弟弟自杀身亡后，你突然放弃泉州中心医院的工作，跑到 H 市做医药代表，并且以高出市场价1倍的价格租下唐野的隔壁。关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没错，我接近唐野确实是为了报复他。我弟弟被他性侵之后，患上了抑郁症，我母亲也因此病重，他应该为我所承受的痛苦付出代价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杀人凶手。他死的那天，我根本不在本地，我在 B 市参加学术研讨会，参会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。你当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我们要找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性，拥有能够压制唐野的健壮身体，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，缺乏自信，无法自己策划谋杀，所以需要你来帮他做计划的凶手。他对唐野同样抱有极端的憎恨情绪，想要通过折磨致死来给他施加和自己相同的痛苦。我说的对吗？所以你们找到这个人了吗？郑岩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教唆杀人和参与谋杀同样是重罪，告诉我你的同伙是谁？唐野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，他说谎无度，骗婚、滥交、性侵男性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他的存在而饱受煎熬，难道不该死吗？我弟弟作为受害者，该白白遭受那么多年的折磨吗？太警官，我听说过你的事，换个角度来说，
如果遭受这一切的人是你的弟弟，你作为一个警察，却因为没有证据，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一步一步走向崩溃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作为一个警察，却因为没有证据，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一步一步走向崩溃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竭尽一生和他们抗争，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世界上虽然没有绝对的正义，但我清楚，我和我的亲人需要的是让正义得到伸张，而不是依靠复仇让更多人陷入不幸。你想过你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如何承受再失去儿子的痛苦吗？患者多器官衰竭，病情趋于恶化，随时可能危及生命。我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他已经听不见这个消息了。林先生，关于郑小杰的资料全在这里了。喂，英俊哥，医院档案里并没有为郑岩的弟弟开过死亡证明的记录。郑小杰2年前自杀身亡的消息是假的，因为对死者的极端仇恨造成的偏执障碍，曾经被性侵的遭遇也导致了他缺乏自信，情绪不稳定。为了复仇而强迫性增加锻炼，使得他虽然身材矮小，却拥有了在体力上压倒性的优势。郑小杰才是那个符合你侧写的嫌疑人。凶手就是你弟弟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，我需要见我的律师。经历了第一次杀人之后，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引起郑小杰的应激反应。小梦，你去发布郑小杰的逮捕公告，必须警告公众，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。是。郑小杰缺乏自主能力，以他的精神状态，很难长期维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郑岩一定会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。星源，你去调查一下郑岩的银行账户，注意转账记录。是。等等，明明是报复性杀人，为什么在已经确认了受害者必死之后还要割伤他呢？这并不是初次作案的特征，这一点上还是解释不通。组长，小区物业的那个大爷送来的，说是这个人先前在唐野居住那个单元附近徘徊。他上去追问的时候，那人扭头就跑，他们以为是小偷，追了半天只扯下了外套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他说身高很矮，但是肌肉却特别显眼。应该就是郑小杰。把之前酒吧洗手间的装修图纸再给我看一下，还有其他楼层的建筑图纸。这件衣服上的标志和装修公司一样。原来郑小杰参与了施工，如果他对建筑结构熟悉的话，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。你们看这里，我们下意识觉得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的布局应该是镜面相同的，但按照这栋大厦的上下层图纸来说，男洗手间内部明显比上一层楼缩短了50公分。建筑公司用钢架结构在有窗户的一侧做了假墙，将原本的窗子遮挡住，就造成了假墙和背后墙面之间有一个供一人通行的空间，而原本的窗户位置只用了空心砖填补。只要郑小杰再移开假墙上的瓷砖，就能通过这条通道直接从背面破墙离开。我们得重新去现场验证一下我的猜想。就算是这样，郑小杰自相矛盾的杀人手法还是让我想不通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你们不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：瞎子岂能领瞎子？愿主保佑你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？是郑小杰。找到作案工具了，杀人用的输液器，还有破墙用的锤子和平凿。可是工具准备的这么齐全，他又怎么会死在夹层里？组长，你得过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件东西。这只针管刚刚从尸体上掉下来，看起来有点眼熟。
注射器里残存的液体是麻醉剂和致幻剂的混合物，目前能确认的成分是氯胺酮和麦角酸二乙胺。按照成分分析，应该和10年前心灵捕猎者系列案件中遗留下来的注射剂是一致的。这种药物会使人产生强烈不愉快的心理反应，正常来说，受害者会发疯、自残，甚至自杀。但同时因为麻醉剂的加入，使得受害人在承受极端精神折磨的同时，却四肢瘫软，无能为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死亡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有外伤吗？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？除了在移动受害者的时候造成的表皮擦伤以外，没有防御伤，也没有折磨和捆绑的迹象。死亡时间几乎和唐野一致。死亡原因是心肌纤维撕裂、心脏出血导致的心跳骤停。这种状况更像是因为精神折磨而被吓死的。凶手动作迅速并且果断，目的性明确，要将受害人折磨致死。这和唐野尸体被切割放血的逻辑一致。看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郑小杰在杀害唐野之后，被另一个真正嗜血且手法成熟的变态杀人凶手解了漏。真正的变态杀人凶手？难道说捕猎者又回来了？这一次他似乎更加丧心病狂。对不起，如果可以，我也不希望你看到这样的照片。我也有兄弟，我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带给你的痛苦，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细节，才能找到真凶。为什么？明明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他答应我，只要这件事过去，就去国外读书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人就不能好好活下去？你知道我弟弟有多善良吗？他被强奸的第2天，回到家里，不敢让我知道，偷偷跑到卫生间里一直洗澡，甚至还责怪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从那之后，再也没穿过短袖的衣服。如果不是唐野对别人炫耀自己的战果，周围人开始用怜悯的态度关心他，他甚至不知道是自己受到了伤害。该死的人不是他，该死的是唐野，还有愚蠢的我。如果不是我当时坚信警方还可以还小杰一个公道，就不会怂恿他公开起诉唐野，让他的痛苦被所有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害得他精神崩溃。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一个警察，你们只会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。你不是说了解我的事吗？那你现在可以忽略我的身份，把我看作一个和你一样充满私心、冲动不理智的哥哥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你跟我2个人，这个案子同样涉及到我弟弟的清白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会找到凶手，包括为了得到真相，对你使用非法手段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警方，如果你令我失望，我一定会让你尝到和我一样的滋味。我认罪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。从2年前小杰自杀，向媒体透露死亡的假消息开始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要杀了唐野。后来的过程你猜对了一半，事实上当天将唐野随身药物换掉的人是他的儿子，协助小杰逃跑的人也是李乐。难怪女洗手间因为装修已经控制了很久，还恰巧有人去放摄像头。你打算把杀人的罪行交给李乐，对吗？没错，本来我想让李乐实施杀人的计划，我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配药，如何注射，但那个蠢货却因为自杀把右手的神经割断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才不得已让小杰去做。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你和郑小杰、李乐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不过在我开始调查唐野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里有唐野的全部个人资料，还有一笔钱。对于并不富裕的我来说，至少可以支撑我和弟弟5年的生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花高价租下唐野的隔壁。那封信就在我家的保险箱里。老大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打算跟他同归于尽。还好这东西没用上。小孟，申请搜查令，我们要把郑岩家里的信取出来。不必了。局长，
既然杀害唐野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后面的事情我会交给其他人。可是杀害郑小杰的凶手还没……你作为待休警员，有办案的资格吗？结案公告的媒体会你也不用去了，会有人替你。你回去休息一下，准备复职吧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还有个请求。林墨，这是血迹。林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林先生吧？宋牧师会在会客室等您。您稍等，宋牧师马上就来。你已经到了吗？我这边有点事情耽误了，很快就会赶到。我到之前自己小心点哦。这么正大光明的摆在桌子上，看起来不像什么神秘组织。林先生也对我们的药品感兴趣吗？药品？没错，衔尾蛇意思是自我吞噬者，也象征着无限大和循环。柏拉图形容衔尾蛇为宇宙的始祖生物，它是不死之身，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，因此我们的药也致力于增强生理机能，延长寿命，达到青春永驻的效果。听起来像是非法传销组织。不，我们的药物只向有能力购买的人提供服务，大概只有政客、财阀才能享受得到。不过以林先生林氏医疗继承人的身份，我很愿意与你合作。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这件事，我想找一个人，目前看来应该是你们的顾客之一。对不起，顾客的信息是保密的，况且我今天见你是看在徐秋的面子上，我们之间的账该还还是得还。我们之间的账？送这种东西来教堂也太目中无人了。小子，你要记住，对待长辈要学会尊重。你父亲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个小角色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那什么人才能进宋牧师的眼呢？徐秋，你带这么多人进来，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救人。哦，我好像忘记告诉你了，虽然这家伙不愿意承认，但他可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武联会会长长女的独生子。你也知道，会长他老人家没有儿子，所以这小子目前是武联会唯一的太子爷。我在这里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要是说了，还怎么理直气壮的进来？早就听说宋牧师锱铢必报，想不到下这么重的手。哎，我可怜的弟弟。哦，对了，花圈是我送的 ，surprise。许秋，你不要胡来，这里是黑白两道约定的安全区，你敢打破这里的规矩，一定会被所有人追杀。明明是宋牧师先坏了规矩，袭击了我们的人，怎么反咬一口呢？那是因为你设计陷害我。No， 是因为你蠢。我早就想除掉你了，光这个月，我手底下就有3个小姐被你们注射药品折磨致死，他们的家属整天在我办公楼下哭丧，害我赔了好多钱。哎呀，我这个当老大的，怎么能不替他们出头呢？既然是因为色欲犯下的罪，就应该用犯罪的器官来赎罪吧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非常愤怒，他这种败类早就该死了。拿着这把刀，他会带你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和快乐。林墨，你受伤了？你从医院出来之后去了哪里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为什么会受伤？我没事，你走吧。不是说了吗？我没事，就算有，也是我自己的事。哥哥难道想要我给你汇报一天的行程吗？管太多了吧。语气好冷淡，为什么突然发起脾气来了？怎么看都是遇上麻烦了。怎么说我也是警察，如果是在学校遇上了霸凌或者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你。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这样说，
就应该识趣的走开。哥哥这样纠缠下去，我也是会厌烦的。好直白，什么纠缠下去？我们两个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就算是跟人打架，也不至于到流血的程度吧？明明流了那么多血，你什么都不说，反而更让我担心。真的好烦。说白了，哥哥到底是担心我受伤，还是担心我伤害了别人？你留在我身边不就是为了这个？不是这样的。放心，我没有杀人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随便哪个当哥哥的看到弟弟这样，能不心急吗？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觉得留在这里是为了盯着你。原来他一直是这样的吗？就因为自己的精神问题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总是第一时间躲起来，害怕被人误解。我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事？不然，你留下来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既不是真正的兄弟，也不是恋人，这样下去到底算什么？这样下去到底算什么？讲实话，上一次被拒绝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尴尬。那个，我们交往吧。如果是普通的恋爱关系，被拒绝就应该适可而止的拉开距离。我不愿意。硬要说留在他身边的理由，无非是担心他会被袭击。可是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忙着案件的事情，并没有好好看着他，不然他今天也不会受伤。说来说去都是我太疏忽了，既抓不到凶手，又没有照顾好林梦，我真是个笨蛋。我可是从你8岁就开始照顾你，亲眼看着你长到这么大的人，就算明知道你这个小子又危险又麻烦，这么多年都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，还跟你那个，我算什么？等等，这样说起来，不就像是我从小就对他心怀不轨，被拒绝了还一直纠缠着他，就算发生了关系，还故意吊人胃口，听上去我好像个渣男啊！唉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现在才明白这一点，我也太迟钝了吧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有个好消息等着告诉你，我跟局长申请由你来做犯罪学顾问。虽然你不是专业人士，但我觉得你蛮有天赋的，能申请到这个实习的机会。门开了。我有什么天赋？犯罪的天赋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你怎么还在这站着？快点躺下！我的天，出这么多血！哥哥真是不遗余力的想要把我拉向好人那一边的，可惜我怕是要让你失望。怎么突然抱过来？是不是很痛？实在不行，我去叫救护车吧。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听话的走开？明明不喜欢我，却总是这样拿关心当做挡箭牌，让我变得这么狼狈。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你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喜欢不喜欢的？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，也要有个限度。所以哥没有说不喜欢，是喜欢的意思吗？我怎么又问我这种问题？难道答应交往都不算是喜欢的意思吗？他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回答？顺应气氛的说喜欢明显不行，可他这么不安的盯着我，又不像是想要被拒绝。好烦，根本猜不透他想要什么。哥哥自己选吧，跟我进卧室，或者给我一拳然后离开这里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进卧室？你这话题跳跃太快了吧？原来只是要这样的答案。为什么我会有点失望？我又想要他说什么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最重要的是先处理一下伤口，不然会感染的。你放心，你恢复之前我不会离开的。你走吧。哎，我说错话了吗？哥哥还真是给了我一拳呢。我终于知道这里痛是什么感觉。是我太卑鄙了，总是利用哥对我的关心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我以为哥哥会喜欢上我的，只是缺少一个契机。我没法向哥哥证明我是真的爱着你，因为我天生就不正常。我对哥没有心动，只有强烈的占有欲望。我只能祈求，也许你能发现自己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喜欢我。可我越是这样急切的求证，越清楚的知道英俊哥对我只是单纯的关心，
这种感觉就像是拿到死亡通知单的病人，明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。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我害怕自己疯下去。混蛋小子，说什么只是关系，都答应跟你交往了，还是磨磨唧唧的，是不是个男人？到底我自己挣扎这么久是为了什么？又怕你说喜欢我只是因为相处太久，搞不清楚到底是恋爱还是依恋，又怕我自己没有定性会伤害你。要是我那些前女友们一个个跳出来，你要怎么搞？割腕给我看吗？亏我偷偷把他们一个个都删掉了，结果你满脑子都还是在怀疑。真是的，越想越气，要我怎么样证明给你看？你这小子，你哭什么？弄得像我在欺负你一样。我今天差一点就再也没脸见哥哥了，可是想到只有我一个人在苦苦挣扎，只有我用尽全部力气才能留在哥哥身边，就觉得好辛苦。笨蛋！哭太早了，后面还有你哭的时候，可别后悔。如果弄疼你的话，就告诉我。我虽然技术很好。英俊哥，怎么了？现在才喊停，我真的会发火的哦。我身上好痛，头也好痛，而且伤口还在渗血。啊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果然还是要去医院的。可是我想继续。啊？什么？你要我？我是哥哥啊！英俊哥，你也不想我留下不好的回忆，不然以后……我